我谈了个网恋对象，粘人又讨人喜欢。每次我和他吐槽我那讨厌的高冷学霸死对头的时候，他都义愤填膺。他嘴甜哄我的劲儿，比我死对头讨喜10000倍。但直到我喝醉酒，缠着要和他视频，屏幕上出现了死对头那张帅气又生人勿近的脸时，我人妈了。宝贝上号呀，我带你去刷副本。网恋对象邀我打排位，我真的很想戴上耳机，痛痛快快的打几局，可是看了看手中的习题册，又只能认命的埋头苦读。拿起手机回复他，现在不行，我还在学校自习室刷题。这都很晚了，怎么还在刷题？是要准备什么考试吗？我愤恨地打了几行字，就我经常和你说的那个死对头学霸，上次模拟考我就差一点点就能超过他给第1了。最可恶的是他还对我冷嘲热讽，说我菜。你说他是不是有病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下次考试我就把他反抄，狠狠嘲笑他。网恋对象直接顺着我的情绪开喷，他装什么装啊？好像个神经病。骄傲什么呀？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下次考试我宝宝肯定能超过他。没准他是用了什么科技才考到第1的，实际上连中等水平都没有。还敢说我宝宝菜，他才是最菜的那个大白菜。抱抱宝宝，画个圈圈诅咒他考试忘带准考证。我本来还想继续和他一起骂学霸，但是这时图书馆管理员来催我离开，要闭馆了，我只好收拾好书包离开。出了图书馆大门后，我来到了旁边的一家便利店，打算买点吃的当夜宵。谁知刚进门便看见了死对头学霸也在便利店里，他拿着购物篮站在保鲜柜旁，伸手拿了一份便当，微微拧起眉头看着包装上的配料表和生产日期。少年高大清瘦，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短袖，胸前是个简单的图案，领口有些低，露出精致白皙的锁骨。至于那张脸，星眸漆黑，鼻梁高挺，透着少年该有的清俊和朝气。这时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指尖轻点，像是在给谁发消息，然后发完消息就把手机揣回口袋里，走去收银台结账。此时我的手机刚好震动了2下，还是网恋对象发来的。宝宝别不开心了，等下上游戏我把最新出的时装送给宝宝。我正要回复，那个死对头学霸已经结完账走了出来。他看见了我，神情带了一丝戏谑，不紧不慢地向我走来。宋时威，宋小菜，你怎么在这？难道是来给便当做配菜的？盛年，注意你的言行。我先走了，马上又有模拟考，我等着看你的成绩，别让我失望。我气得抬手就要拍他，他一个闪身跑走了，我随后也追着他跑，这个巴掌我一定要打到。到了家，简单收拾一下后，我就趴在床上和网恋对象一起上游戏刷副本。可能是被盛年犯的贱气倒了，我总是觉得网恋对象的声音和他的声音很像，尤其是刚刚副本通关时，网恋对象得意洋洋的语气，恍惚间让我觉得他就是盛年。宝宝，时装已经给你送过去了，快换上快换上，我们穿情侣装。他在电话那头喊我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我领了邮箱里的礼物邮件，然后一键穿戴。犹豫了一会儿，我还是决定试探一下。别让我失望，你把这句话重复一遍。为什么要说这个？你就说嘛，拜托拜托。不要，除非宝宝哄哄我，怎么哄我之前可是和宝宝说过的哦，宝宝可别告诉我没记住。好吧。我酝酿了半天，然后夹着嗓子甜腻腻的叫了句哥哥。不是这样，亲爱的，不是，老公，这才对嘛，宝宝也不用夹着，你的声音本来就好听呀。好了，别贫，你快说，别让我失望。宝宝真无情。然后他在电话那边干咳了几声，把自己的声音加成了一种低沉的烟嗓。别让我失望，好吧，这样确实和盛年一点也不一样，至少性格差很多。网恋对象对我很宠很温柔，不像盛年那样天天把我惹毛。对局开始了，我专心致志打游戏，可是网恋对象却开始了他的10万个为什么。为什么突然让我说这个？如果我不说你会怎样？这句话明明很中二。我被他烦得不行，只能实话实说。没什么，你不说其实也没关系啦，就是有时候感觉你的声音好像那个死对头学霸，那个暴力狂。我们班都在传盛年是个暴力狂。几个月前有个女生突然转学了，走之前她当着全班的面控诉盛年打她。她说她当时只是去问盛年一个数学题，可是盛年却觉得她笨，怎么都教不会，就把她打了，还说盛年已经给她造成了心理阴影，她就不能待在这了，就选择了转学。班里也有几个人看见了她和盛年在教室吵架，然后那个女生就头发散乱，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，哭着跑了出来。我当时还惊讶了好一阵，表面上是老师的好宝宝同学的好朋友，结果竟然打女生，真是个暴力狂，没准以后他结婚了还会家暴他的妻子。我那时候几乎天天都在和网恋对象骂他，网恋对象表示如果这个暴力狂在他们学校，他一定把他揍得满地找牙。我怎么可能和那个暴力狂一样？呜，宝宝竟然这么想我，我好难过。呜，好了，不像啊，你刚刚都说像了，你敷衍我。呜，我没有，别生气，那你再哄哄我。老公别生气了，是老婆不好，我还要亲亲。我突然有点后悔顺着他了，这家伙简直得寸进尺。哎，没办法，谁让我就是喜欢他呢？能怎么办？宠着呗。我对着麦轻轻亲了一下，他这下可算是满意了，嘿嘿，老婆真好。其实我也没有生气了，就是想让老婆宠我一下下。他的语气十分欢喜雀跃，如果爱意能具象化，那估计我俩的手机里会冒出好多小爱心。我们一起打游戏到深夜，抬头一看表，好家伙，12点多了，明天还有课。我连忙和网恋对象说不打了，准备睡觉。可是这时我的肚子咕噜噜的叫了起来，
对了，我是从便利店买了夜宵的，于是我下床去拿吃的，结果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买的吃的放哪了。我努力回想着，糟糕，买的东西落在便利店没拿，当时只顾着去追盛年了，便当随手就扔在了一旁。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床上，电话还没挂，我和他习惯了连麦睡觉。宝宝是不是饿了？我都没跟你说饿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听见你的肚子咕噜咕噜叫了，宝宝肚肚打雷喽。肚子叫声有那么大吗？这你都能听见？外卖给宝宝点好了，估计一会儿就能到喽，宝宝吃饱饱才能睡好。不多时，门铃响起，外卖果然到了，是我爱吃的韩式炸鸡。炸鸡不配饮料怎么能行？我就去厨房翻翻找找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饮料。找了半天还真是啥也没有，只有2月前自己跟着网上教程酿的酒。算了，酒也算半个饮料吧，凑合喝。我就一口炸鸡一口酒，大快朵颐，米酒甜丝丝的，不知不觉一整罐都被我喝完了。酒足饭饱后，我心满意足的想回到床上睡觉，结果刚站起来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，看别的东西也是晃来晃去的，看不真切。完蛋，我好像喝多了，看来是我低估了那个酒的度数。我扶着墙慢慢走回了卧室。宝宝你吃完没？吃完睡觉喽，再不睡明天起不来了。等下，我给手机充个电。定了定神，好不容易摸到了手机，连上充电器，盖好小被子躺下。我猛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，我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呢。我便把手机放在枕头边，冲着电话那边的他撒娇，老公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呢。他被我那一声老公叫得心花怒放。宝宝乖，那我给宝宝发照片。我拧巴着说不要，照片可能是网图，我要视频。不行，我要视频。照片上的老公肯定没有视频里的好看。他貌似有些迟疑，我刚洗完澡，头发还没擦干，等我弄好再打行吗？我却一刻都等不了，在床上阴暗的蠕动扭曲的爬行。不要，就现在。我没等他说什么，直接打了视频过去。片刻后，视频通话被接通，屏幕那边的人靠在沙发上，头发湿湿的，还往下滴着水，看来是刚洗完澡。睡衣领口微微敞开，露出精致的锁骨，高挺的鼻梁，深邃的眼眸，瘦削的脸庞，和漫画里的男主一样，都刚好长在我的审美上。但是这些组合起来，就和我的死对头盛年长得一样。他不会就是盛年吧？信息量太大，我无法接受，连忙飞快地挂了电话。网恋对象竟然是我的死对头盛年，天天叫我小菜的那个盛年，一天不惹我就浑身难受的盛年，这太离谱了！怎么这要巧就是他？但是事实就是如此，我又不得不接受。我回忆着网恋相处的种种细节，我怎么就没察觉到他就是盛年呢？早知道就先看看照片了，我的脑子要过载了。随即我又意识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，他有没有看到我的样子？有没有认出我就是他天天嘲讽的小菜宋时薇？要是认出来了，我真的怕这个暴力狂把我拎出去揍一顿，我的醉意睡意都没了，坐立不安，内心十分焦灼。看我突然挂了电话，盛年很明显有些慌。宝宝，你人呢？为什么挂掉了？宝宝，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？呜呜，嫌我长得丑也没关系，我可以去学化妆。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我就画成什么样的。我刚洗完澡，可能会有些潦草，我给你看我平时的照片。我平时是这样的，应该看着顺眼一些吧。宝宝，你理我一下好不好？不要不说话，我好害怕。呜呜。如果说我刚刚还能强撑着给自己洗脑，让自己认为世界上这么多人，他没准只是和盛年撞脸了的话，那他发来的几张图片就坐实了他就是盛年。篮球上的矫健身影，图书馆安静的看书，林荫小路上的闲情散步，甚至环境都是学校里的，和我同一个学校里的。我直接破防了，哎呀，为什么偏偏是盛年？盛年也彻底慌了。宝宝，你说句话呀！宝宝，求求你了，你理我一下，呜呜。还发了好多个又哭又闹的表情包。如果我不知道他是盛年的话，我还能觉得这样很可爱。但是我知道他是盛年的时候，只觉得毛骨悚然。平时会戏弄我、嘲讽我、质疑我的盛年，竟然会如此喜欢我、宠着我、呵护我，这反差能不能再大一点？我再三思索，还是决定问问他有没有看到我。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样子？他很激动，看到了。宝宝是个漂亮宝宝。我还寻思我这头发乱糟糟的，还穿着松垮的睡衣，怎么看出来漂亮的？不过瞬间宝宝就挂了，我只看见了宝宝的脖梗和肩膀，好白好漂亮，好喜欢。话说宝宝的睡衣是不是太大了，领口都能当抹胸了？要不宝宝换一件吧，我给宝宝买。要是这样的宝宝让别人看去我会发疯的。这甜言蜜语我真的差点就能骗过自己，假装不知道他是盛年了，只好借口去洗澡，先结束了对话，再好好考虑一下。我细细的翻了一下我和他之前的聊天记录，还是无法相信这就是盛年。因为是高中，学校不让带手机，虽然自己偷偷拿了，不过班级群什么的还是没有的，只有爸妈手机上的家长群，但是家长群里盛年肯定也不在呀。我在列表里翻来翻去，终于找到了盛年的后桌，他俩还住在一个社区，应该会有联系方式吧。我忐忑地给他发去了消息，小同学睡了吗？你有没有盛年的微信啊？那边回得倒挺快，有啊，你怎么突然找他了？你俩不是一直不对付吗？难道你要找他打架？打架？我才不是和他一样的暴力狂。没有，我不找他，你把他微信界面截图发给我行不？同学很纳闷我要干嘛，但还是给我截了。我向他连连道谢，然后点开截图细细查看。头像、网名、个性签名、地区、微信号全都一样。好吧，实锤了，我的网恋对象就是盛年。这下悬着的心终于死了。
同时我还有些好奇，他难道也一点都没察觉到我就是天天被他嘲讽的小菜宋时薇？这时盛年又发来消息给我，宝宝你看，我把后天5一假期出去要穿的衣服拿出来了，你看看哪个好看？我瞬间虎躯一震，5一假期我俩约定好了要奔现，后天就是了。不行，我得尽快跟他解释。还是不行，这怎么能解释得通吗？要是和他说了我就是宋时薇，他这个暴力狂不得把我拎起来当沙袋一样打。还是分手吧。对，立刻分。于是我开始疯狂想借口，肯定不能跟他说实话，但是也不能找个太无厘头的借口。想来想去，还是说他长得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靠谱。但是他确实很戳我的心，太违心了。我咬了咬牙，把心一横，不看了，不去了。为什么呀，宝宝？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他好像可怜巴巴的小狗，求我不要抛弃他。我继续狠着心回，我对你不是很感冒，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隔着屏幕都感觉他要急哭了。宝宝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我都能改，我们好好说行不行？别分手。不行。盛年这次没有发消息了，直接弹了几个语音通话过来，我全都拒绝了。对话框里显示他一直都在输入中，我也是很心疼的，毕竟这么长时间投入的真情实感是十分真挚的。但是一想到盛年是暴力狂打女生，我还是被吓退了。我们还是分开吧，你会遇到更好的。不行，没人比你更好了。我不分。宝宝你别不要我。他的信息源源不断的发了过来，我没回他，他又打几个电话过来。他是真的急了，他之前打电话都会先问我可以不可以，很尊重我的意见。但是我也是真的很崩溃啊，这让我怎么接受这个现实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长痛不如短痛，直接右上角点开，然后拉到下面一键删除。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网恋就这样，只要把对方的所有东西从手机里删除，那么他就好像从来都没出现过一样，一点存在过的痕迹也没有。手机被我扔在一旁充电，我的心里好像堵了一块大石头，让我喘不过气。网上这么多人，为什么遇到的偏偏是盛年呢？而且我平时跟他吐槽的竟然是他自己，他有没有察觉到那就是自己？我又下意识的去找我和他的聊天记录，可是点开我才想起，我刚刚已经亲手删了他。我打开相册，里面还留着一些聊天记录和游戏里的截图，我一个一个细细的看着，仿佛能透过这些图片穿越回之前甜蜜的时光。我和他是在一款古风武侠游戏里认识的，我习惯摸鱼摆烂，所以自己的装备不好，伤害也低，在一次进团打副本时被别的队友骂得可惨了。他是团长，他直接帮我喷队友，让队友别把问题都扣在我身上，明明自己的操作也和一坨大便一样。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好帅啊，他保护了我。通关之后，我果断私信他，向他道谢，看他能不能把他拐来一起玩。他很高冷地拒绝了我。本来以为就到此为止了，但是后来我又阴差阳错地进了他的副本团，我直接恨不得挂他身上，像个狗皮膏药似的黏着他。他被我的诚意打动，但是也可能是被我烦得实在没办法了，终于答应跟我玩了。我们还把游戏里能见的关系和羁绊都弄了一遍。从相识到相恋，那段相处的时间是我枯燥无味的生活中唯一的一束光，我怎能不珍惜呢？我埋在枕头里痛哭，是谁不好？偏偏是盛年。辗转反侧，终于熬到了第二天，我顶着2个熊猫眼去上学。我前桌江月看见我这副样子，从包里拿出眼贴，你这咋了？状态这么不好？我接过眼贴和他道了谢，将眼贴敷上。没什么，熬夜打游戏来着，哈哈。只是熬夜，那为什么你眼睛还肿啊？是不是哭来着？没有，我只是水喝多了，水肿，哈哈哈。江月疑惑地看着我，但是也没有多问。我刚刚看见盛年了，他的心情很不好，脸色阴沉沉的。老师叫他去办公室商量数学竞赛，他都说不去了。什么？不去？他怎么能不去？江月被我吓了一跳。你干嘛呀？一惊一乍的。他不去你就能替他去了，这可是高考加分项，你白捡这个机会，难道不高兴？我心里五味杂陈，绝对是因为我和他分手才让他这样的。虽然说我们是死对头，但我不能否认他优秀，和他斗智斗勇，我总是能逼着自己进步。他的存在让我的学习生活充满了挑战，况且他还是我深深爱过的网恋对象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消沉下去。也许我应该去和他谈谈，但是我还在纠结一个问题，他到底有没有认出我呀？应该没有吧，但是万一呢？我努力回想我有没有在和他相处的时候露出蛛丝马迹，但是太多了，我不能判断。还是冲动了，不能直接删的，拉黑了还能看一下聊天记录。这时盛年走进教室，他的座位在我斜后方，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阴恻恻地盯着我。糟糕，他不会认出我了吧？他不会要打我了吧？我慌得不行，紧张了一上午，盛年没来找我，什么都没发生。我松了口气，看来他是没认出来。中午和江月去食堂吃饭，我去窗口买完饭回来，挨着江月坐下，发现盛年就在食堂门口，他的目光四处巡视，好像在找什么，怕不是在找我。我真的恨不得钻进桌子底下吃饭。我下意识往江月身上靠，江月满头问号，咋了你这吃饭都不好好吃？我刚好看见王潇雨在盛年附近，赶紧找了借口。王潇雨在哪？我不想看见他。王潇雨是对我死缠烂打的一个男同学，但是他特别极端，据说他还是个超雄，有好几回他在我家楼下蹲我，还总给我写一些骚扰纸条，吓得我直接让我爸接送我上学。江月顿悟，立刻用他的外套把我包起来，别怕，妈妈在。谁知王潇雨真的看到了我，直直往我这边走过来，我直接藏进了江月的外套，缩在了他怀里。
王小雨见我这副样子，竟直接伸手想把我拉出来。江月挥开他的手，把我护在怀里。你干什么？这可是在公共场合，你信不信我叫老师来给你处分？王小雨心宽体盘，完全没把瘦弱的江月当回事，直接把他推开。我避无可避，他伸手死死拽着我的胳膊，我拼命甩开他，拉着江月就往外面跑。谁知王小雨拿过一旁的凳子，就向我们砸了过来，我躲闪不及，摔在地上。王小雨拽着我的衣领，恶狠狠地对我说：“给脸不要脸！你知道有多少小妞排着队等着给我当马子吗？本少爷谁都没理，就他妈对你一心一意。你倒好，把本少爷的心意当成什么了？今天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再不答应本少爷，本少爷就掐死你！本少爷得不到的，别人也休想得到。”砰一声闷响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盛年拎着个凳子砸在了王小雨头上，王小雨倒在了地上，晕了过去。老师也都赶来了，一边问我有没有事，一边叫了救护车找担架把王小雨抬走。我惊魂未定，颤颤巍巍地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向盛年道谢。谢谢你救了我，等放学我请你喝奶茶吧。盛年挑了挑眉，好，我刚好也有话对你说。完了，我是不是真的暴露了？算了，暴露就暴露吧，早死早超生。放了学，我和盛年在学校旁的奶茶店碰面。进店之后，我径直要了一杯茉莉奶绿和芋泥波波奶茶。网恋的时候，盛年说过，他最喜欢的奶茶就是茉莉奶绿，清新简约，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小料。我将茉莉奶绿递给盛年时，他面露不解。我貌似没告诉过你我喜欢喝这个，又完蛋了。他确实没在现实里跟我说过，我只好找了个蹩脚的理由搪塞过去。哈哈，那啥，你不是狮子座吗？我看网上说狮子座都喜欢喝这个。盛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我貌似也没告诉过你我是狮子座。我真的要破防了，让芋泥波波奶茶里面的波波噎死我吧！我强装镇定，假装咳嗽了几声。嗨嗨，那个，你不是说有话对我说吗？你要说什么？盛年盯了我好一会儿，他深邃的眼眸仿佛要将我溺进去。我低着头等他宣判我的死期。宋时威，你是班长，有权限，我想拜托你帮我办点事。拜托，这个字眼从他嘴里蹦出来，还真是稀罕。什么事？帮我辟个谣？辟谣？什么谣？暴力狂，打女生。他懊恼地戳了戳奶茶杯。咱班有人对我误会很深，李雨清的转学跟我没关系，我没打他。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，凡事不能只听一面之词，万一当初李雨清就是想往盛年身上泼脏水呢？盛年把手机从书包里翻出来，找到了当初教室里安装的监控录下的视频。画面里，李雨清拿着练习册坐在了盛年对面，让盛年讲题，可是他并没有认真听题，而是悄悄脱掉了右脚的小高跟，用玉足蹭盛年的腿。盛年猛地站了起来，直接要离开。李雨清拉住盛年的手，向他哭哭啼啼地诉说自己暗恋了他多久，有多么喜欢他，为他做什么都愿意，还试图往盛年身上贴。盛年很坚定地拒绝了他，一直和他保持距离。李雨清见求爱无果，恼羞成怒，抓乱了自己的头发，把胳膊往桌角撞，出门逢人就说盛年打他。原来事情是这样，盛年不是暴力狂，从来都没有打过人。原来是这样，你当时怎么不澄清一下呢？我当时说了我没打他，说了好多遍，但没人信我，我好委屈。好吧，原来这么长时间我们都错怪盛年了，确实也应该还他清白了。宋时威，你能办好对不对？能帮我澄清对不对啊？没问题。现在看来，盛年还不知道网恋对象是我，只是确定了人和他是一个班的。好，那就拜托了，我们加个微信吧。说着，盛年调出来他的微信二维码，加微信。我瞬间愣住。对呀，我得知道澄清计划的具体情况呀，难道不行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我连忙切换到我的小号，扫上了盛年的微信好友。盛年在我的朋友圈翻了翻，又看了看我的头像，小号自然是什么都没有的，他也看不出什么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们便各自回了家。这一天就这么过了，发生了很多事，主要是彻底改变了我对盛年的看法。原来之前的那些都不是真的，没了暴力狂的标签，我对盛年已经没有什么意见了。我重新拿起手机，盯着盛年的微信界面发呆。如果昨天我没喝那个酒，没喝多，不缠着他打视频，没有什么意外，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或许在游戏里贴，或许打电话聊着今天的所见所闻，或者会一遍一遍地重复明天的日程，在哪见面，去哪玩，然后吃什么好吃的。又或者他把衣柜翻个底朝天，让我帮忙选最适合他的穿搭。理想很甜蜜，但是现实很冰冷。盛年啊，商界巨鳄盛家最疼爱的儿子，而我只是一个小门户家的孩子，碰巧和他考进同一所高中，我们之间的差距真的太大了。罢了，总不能一直活在自己的梦境里，早点面对现实也好。比起见面时的诧异疑虑，甚至是冷淡，现在分手也不是个坏结局。我强迫自己不去想盛年了，抱着被子睡觉，一夜无梦，睁眼已经10点了。我们之前约定的时间是10点半，在海边的一个咖啡厅。我并不打算去了干嘛？给他一个惊吓。我继续躺在床上摆烂，来回刷着手机。到10点半的时候，盛年突然更新了朋友圈动态：你会来吗？地点就是我们约好见面的海边咖啡厅，配图是2杯咖啡，还有我最喜欢的黑森林蛋糕。发了动态，那么他知道我一定会看到。我是不是已经露馅了？哎呀，我没有，是我自己想多了。我把自己整个人都埋在被子里，像个鸵鸟一样逃避现实。他等的不是我，对，不是我。盛家少爷难道还会去约会对象？可惜还是给自己洗脑失败了，自己主观再怎么否定，潜意识还是不自觉地往盛年靠拢。我再次拿起手机刷新了朋友圈，盛年果然又更新了。
这次是个海景的配图，大海很美，海风也很温柔。此时此刻，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了。我再次变成了鸵鸟，逃避一会儿现实后，我把手机扔到一边，起床吃饭，一直到吃完饭，我都没再看手机。突然来电话了，这样精神高度紧张的我，属实被吓了一跳。我忐忑不安地拿起手机看来电显示，是江月打来的。你快看，盛年朋友圈，盛年一定是在等什么人？万年冰山学霸校草，怕不是谈恋爱了？你加了盛年好友，怎么不早说？害得我还专门跑去问他后桌，我没有啊，这是盛年后桌发给我的，我俩最近挺好的。恋爱的酸臭味。我没心思想太多，反复看着朋友圈。盛年发了所有人可见的朋友圈，这等于是半个官宣了吧？他到底知不知道我就是那个网恋对象呢？如果不知道，那这个朋友圈他为什么会发出来？等等，我为什么会纠结这个问题？不是说好不去了就不想这些了吗？但是我猛然发现，我已经不自觉地打开了衣柜，拿出了我最漂亮的裙子。我盯着盛年的朋友圈，反复拷问自己的内心，最终还是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把裙子穿上，快速收拾好自己，出门赴约。网约车的终点是海边咖啡厅，但是按照我们之前一起定的计划表，现在应该在市中心的兰氏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吃饭。果然半路上我在看朋友圈时，盛年发了个新的动态，图片上可以看出地点就在兰氏大厦旋转餐厅，都是你爱吃的菜，我等你来。我猛然明白了盛年发这些朋友圈的用意，他肯定知道网恋对象就是我了，这些就是引着我来的。算了，该来的还是会来的，与其每天战战兢兢的相处，倒不如把话说清。旋转餐厅没有预约是不能进的，本以为我要被迫给盛年打电话让他接我过来，我刚下车还没进大厦里面，就有一个管家装扮的人过来迎接。宋小姐，我带您去餐厅。果然盛年早就认出我了，可是会是什么时候呢？管家将我带到盛年定好的位子，这大概是整个餐厅视野最好的位置，放眼望去，窗外美景一览无余。盛年见我来了，眼睛像星星一样亮了起来，起身帮我落座，又递给我一杯气泡水。我就知道你会来的，可是你是怎么知道你的网恋对象是我的？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你把我删了的第二天早上啊，我跟我后桌在一个社区，我俩早上一起上学的时候，他和我提起来你要我微信截图的事。之前我只想到过网恋对象是我们班的，他这么一说，我就基本确定是你了。原来他真的早就知道了，我还自作聪明。盛年端起手里的饮料掬了一口，笑着和我解释，你说要分手，我真的超级难过，超级委屈，你还直接删了我，我消沉了好久。好久，可是从删了你到现在一共才3天。这不重要，你匆匆挂了电话的反应让我很不解，思来想去，我只能确定你肯定是认识我，然后后面你还对我冷言冷语的，我能断定你还有些讨厌我，然后根据你说的差一点超过那个学霸的第一，那个学霸还对你冷嘲热讽，还有暴力狂什么的，我就基本确定你说的就是我，能让我冷嘲热讽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你宋时薇，当时我就怀疑是你了。那你怎么不问问我呢？而且你都怀疑我了，你还……我也只是怀疑，万一真的是巧合呢？左右今天奔现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你。好了，现在你知道是我了，我们之前的关系可能有点僵，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？盛年突然抬头看着我，眼角红红的，委屈巴巴的吸了吸鼻子，搬着椅子坐到了旁边。宝宝，你不可以不要我，呜呜呜！我嘴里的气泡水差点喷他脸上。不，盛年你别这样。盛年的表情更可怜了一些。我翻看了之前的记录，你讨厌我的几点就是对你嘲讽，还打压你，见不得你比我强，但是这些都是建立在我是暴力狂的偏见上。现在我是暴力狂的谣言已经澄清了，我除了调侃你说你是宋小菜，我还干过别的吗？我愣了愣，好像确实如此，因为一个偏见，我把他莫须有的缺点无限扩大了。而且宝宝，我很手难得的，李雨清找我时，我在和你网恋，我对他可是严词拒绝，坚决没给他一点机会，他故意往身上蹭，我回家就把那天穿的衣服全扔了，还洗了好几遍澡，可惜还是被他造谣了。宝宝对我有了很大的误会啊，这误会可真不小，谣言真的害死人。我们可以不分手吗？宝宝，我好想你，不和你连麦我都睡不着。这几天我又何尝不煎熬呢？脑子里都是他，无时无刻不想着他。我用大号把他加了回来，我们之间的氛围也变得轻松了起来。这次的奔现绝对不算失败，倒也不能说是有多成功，不过一点点成功还是有的。然后班里又有了一个新八卦，盛年那天等到自己要等的人了吗？放假回来，同学还在叽叽喳喳的八卦这件事。江月更是兴奋，微微，你说盛年等的人会是谁呀？能让他甘心等这么久的一定不简单。我内心腹诽，其实真的很简单。昨晚这人在电话里碎碎念了许久，好喜欢和宝宝一起上学，好喜欢和宝宝一起上课，好喜欢和宝宝一起去食堂，好喜欢和宝宝一起放学。他不停地碎碎念，我都快睡着了。盛年越来越像个粘人小狗。微微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江月伸手捏了捏我的脸。微微，你在发什么呆？我回过神来，没有，他等谁不要紧啦，到时候就会知道啦。微微，你好敷衍。江月不满地抱怨。此时盛年从门外进来，目光冷冷景向我和江月。他发什么神经？江月明显被吓到了。微微，我好像被盛年讨厌了，该不会他听到咱们说他了吧？我安慰江月，让他不要多想，可是事实证明他没有多想。放学后大家都走了，我今天值日，等我做完班务才收拾书包准备走。盛年突然出现在我身前，吓了我一跳。宝宝，怎么可以让江月摸你的脸？我都没摸过，呜呜。盛年又委屈的哭诉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那给你摸，你怎么摸都行。我把他的手拿起来贴到自己的脸上。
我的反应貌似出乎盛年意料，他开心地笑了笑，手指轻轻在我的脸上揉来揉去。宝宝的脸好软好好捏，好像糯米团子，他微微上翘的嘴角蠢蠢欲动，盛年的唇形真的很好看，想亲。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，我拉下他的脖领让他低头，然后在他的唇边蜻蜓点水般的落下一个吻。盛年呆住了，我有些好笑地看着他，纯情小男生。好半天盛年才反应过来，他强势地将我抵在墙边，低头吻在我的唇上，柔软清甜如棉花糖般，轻得仿佛浅尝辄止，却又在慢慢加深力道，吻得人心乱如麻。啊！安静的教室忽然传来一声尖叫，我和盛年赶紧分开，是忘了拿东西回来取的同学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们继续。他拿了东西就落荒而逃。空气突然安静。现在怎么办？盛年不确定地问我。官宣喽，就算不官宣，明天全班也知道的差不多了。好。盛年牵起我的手，拍了个照片，然后发了朋友圈。他来了。